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迪，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用于手机遥控开机关机电脑的一个操作方法。大家都知道，现在远程开关机的话，无非就3种方法。第一种的话就是比较简单了，就是市面上很多那种开机棒啊，用那个来设置一下。第二种办法比较麻烦。就是通过网卡输入信号远程遥控，发送远程遥控的指令，通过网卡的信号来启动这个电脑的开机，这个比较复杂一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是用这个遥控插座，再加上电脑的一个设置，就可以轻松的实现这个功能了。那么今天我们先给大家介绍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第3种办法，用遥控插座，然后来配合电脑上的设置，来达到开关机的一个功能。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在电脑上做一个设置。就是在电脑的 BIOS 里面要做一个设置。怎么设置呢？进入 BIOS 这个不用讲了，开机的时候呢，按住那个第一 L 键就可以进来了。很多的主板呢，它进入这个 BIOS 的方式不同，大同小异，大家自己去科普一下。那么进来以后，在电源管理下面的话，有一个功能必须要打开的，就是这个电源恢复时系统状态选择这个功能，我们必须要给它设置成启动永远启动的状态。那么这样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电脑在关机状态下的时候呢，一下来电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开机电脑就会自动开机，不用按那个电源键，它就达到这个功能。这里还有一个 ERP 的一个功能这个我们以后视频会讲到。这个是在网络用网卡开机的时候，在利用远程指令用网卡来开机的时候，那么这个功能必须给它关闭掉必须给它关闭掉。有很多主板呢它是打开的OK， 大家看到我这里一个插板呢，然后有2个插头的这一个是电脑主机电源的插头，这一个呢是显示器的一个电源。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遥控插座。遥控插座我已经设置好 WiFi 跟手机连通的了。那我手机在远程，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有网络的地方，我都可以遥控打开它的，非常简单。那么这个遥控插座的话我就不讲了，大家自己去搜寻。那价格的话呢，10几块到几十块不等，只要能实现这个功能就可以了。那么它在手机上呢，打开跟关闭都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我们现在在手机上演示一下，就是怎么样把它打开跟关闭。这个每一个遥控插座它的 APP 是不同的，那最终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打开跟关闭。那么我们现在就试一下，把这个插座呢插上去就是主机电源插上去。那我们在手机上遥控这个插座，通电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看这个主机能不能自动开机那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我手机上的 APP， 遥控那个插座的一个界面。那这一边的话呢，有一个强电，当我打开的时候呢，那个遥控插座的电就通上了。当我把它关闭的时候呢，它就断电了。那我们现在试一下把它打开，看看这个电脑的话它会不会启动。OK， 我们看一下我用手机已经把电脑主机开电的了。来，我们看一下，已经有信号进来了，电脑现在开启正常。现在进行一个登录。OK， 电脑成功开启成功开启。OK， 那电脑登录以后呢，那我们可以用手机远程遥控电脑做一些事情。那全体来讲的话呢，
就是你的远程遥控的这个软件呢，要在设置成开机自动运行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话，你的手机才可以登录你的电脑进行远程遥控。那么远程遥控软件呢，那就很多了。打比方，向日葵啊、Todesk 啊、AnyDesk 啊、TidyMemory 啊等等，这个我就不讲了。那我们远程遥控看一下。OK， 现在我的手机已经连上我的电脑了啊。那我们可以在手机端呢，就是控制电脑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就是我在手机上操作我的鼠标啊，做什么都可以啊，拷贝啊、浏览啊，这个编辑文件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方便。那我们打开浏览器看一下啊，非常的方便啊。拷贝文件啊、下载文件啊、编辑资料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对不对？都是没问题的。我们看一下新闻啊，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啊。好了，那这个手机遥控电脑呢，不在我们今天这个视频介绍范围之内啊，我们就不介绍了。好的，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假设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帮我点赞关注。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